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在电影中，时间旅行者通常会走进一台机器里，然后消失了。经过一阵噼里啪啦，他们立刻就会出现在牛仔、骑士或恐龙之间。科学家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想象不太可能，但他们也不会把时间旅行视为疯狂的异端邪说。实际上，物理定律可能允许时间跳跃，到达未来并不难。你现在正在以每秒钟1秒的速度做着这件事。物理学家表示，这个速度可以改变。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间的流逝取决于你的移动速度。你运动的越快，时间就会走得越慢。同时，重力也会影响时间。重力越强，时间就会过得越慢。质量巨大的物体，例如中子星表面附近，甚至地球表面，时间都会比远离这些物体时走得更慢。如果一个人待在黑洞边缘附近，那里的重力异常强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只过了几个小时，而对于地球上的人来说已经过了1000年。如果那个靠近黑洞的人返回地球，他们实际上已经旅行到未来了。然而在时间上回到过去比前往未来要困难得多。科学家已经提出了几种可能实现逆转时间的方法。早期的时间旅行解决方案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种方法涉及一个密度很高并且在旋转的圆柱体，通常称为提普勒柱体，这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解。如果一个无限长的圆柱体围绕其长轴旋转的足够快，则以螺旋形路径围绕圆柱体飞行的太空船将可以进行回溯或朝向未来的时间旅行。使用数学方法会更容易分析提普勒这类假设无限长圆柱体的解。虽然提普勒认为如果旋转速度足够快，有限圆柱体也可能会产生闭时曲线，但他们没有证明这一点。人们意识到这个物体可以成为一个时间机器，让人们穿越回过去，是通过一种叫做闭合时间曲线的理论。闭合时间曲线描述了一个假想观察者的轨迹，该观察者从自己的角度始终向前旅行，但在某些时刻会发现自己回到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起点，从而创建了一个环路。这在有引力扭曲的时空区域中是可能的。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认真对待时间旅行。例如，在1990年，俄罗斯物理学家伊戈尔诺维科夫和美国物理学家基普索恩合作撰写了一篇关于闭合时间曲线的研究论文。他们开始研究的不仅是如何尝试建造时间机器，而且是它将如何工作。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研究了一些时间旅行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例如，如果你把一颗台球扔进了一个时间机器，它穿越到过去，然后与它的过去自己相撞，这意味着它的现在自己无法进入时间机器。那会怎样呢？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下面我来讲一下另一种时间旅行模型——虫洞。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内森·罗森在1935年使用他的广义相对论，首次研究了虫洞的性质。他们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黑洞可以通过一个类似于喉咙的管道与另一个黑洞相连，现在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这似乎为通过空间和时间抄近路，从宇宙的某个部分进入一个黑洞，然后从另一个黑洞出现，可能相隔数百万光年，但不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从而有效地实现比光速更快的空间旅行提供了可能。虫洞不仅能够进行空间旅行，它也为时间旅行提供了一种可能。想象一下，如果将虫洞的一端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将其发送回其来时的地方，这两端的时间将不再同步，一个在过去，一个在未来，在它们之间穿过，你就能够进行时间旅行。换一种更可行的方法，你也可以通过将虫洞的一端移动到一个大引力场如黑洞附近，同时保持另一端靠近较小的引力场，来实现类似的效果。这样，时间在大引力侧会变慢，从而允许进行时间旅行。不过麻烦的是，科学家发现要使用一种具有负能量的一种物质来支撑这个桥梁。正如其名所示，这是非常奇特的物质，它足以扭曲重力的常规规则。虽然普通物质总是会产生引力，但这种一种物质产生的负能量则会产生反重力排斥作用。其实这种能量已经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发现整个宇宙正在扩张，
受到所谓的暗能量的反重力效应影响。只有一个问题，目前还不清楚暗能量的确切来源。一种物质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如何创造这种物质，更不用说使用它来保持虫洞的开放时间足够长，以便通过它飞行了。没有负能量，重力会导致这个隧道瞬间崩溃。一些量子现象显示出很小尺度上的负能量，但它远远不足以建造现实的时间机器。也许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制造时间旅行机器，而是除了在微观尺度上，不可能在其他尺度上进行时间旅行。这是已故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观点。他提出了历史保护猜想，宇宙不允许时间旅行，因为它不允许对过去进行改变。霍金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似乎有一个时间顺序保护机构，防止闭合时间曲线的出现，使宇宙对历史学家安全。他的部分推理涉及时间旅行会产生的悖论，例如上述的台球问题及其更著名的辩题祖父悖论。如果你回到过去，在祖父生孩子之前杀死了他，那么你就不能出生，因此你就不能时间旅行，因此你就不能杀死你的祖父，但你就在那里。然而事实上，我的祖父活了足够长时间生育后代，那么时间旅行是不会改变这个结果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去杀你的祖父，可能会在路上滑倒或错过公交车，你会发现并没有一些特殊的力量阻止你，而是会因为一些非常普通的原因而失败。没有人知道能回到过去的时间机器在未来会怎样发展，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未来回到我们时代的时间旅行者来告诉我们答案。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了。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你的支持，